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道疫情过后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我有朋友在法国也收到了公司需要解除人员的通知，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法国的税收很高，所以福利相对来说比较高。他对他自己被解除，然后其实没有任何的担心，他反而会现在好好学习一些他自己想学的东西，拿就业金，放慢速度找到自己想找的工作。我也看到了在油管上有很多朋友提到他们或许是和疫情有关，或者是和疫情无关，而在最近收到了公司需要解除人员的一些消息。刚好前2天也在油管上看到一个在疫情期间看的一个武汉的小哥哥的频道，当时之所以会关注他，是因为他在讲述他在武汉是如何跟着澳洲的撤侨回到澳洲的过程。然后这几天他也收到了他们公司解除合同的消息。虽然我认为以他的能力应该找到工作不是问题，但是就刺激了我这次想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主要讲的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我当时是在一家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母公司是2家非常大的药企，是 Sanofi 和 MSD。这个公司就相当于是这2家公司疫苗部门在欧洲的总部。这2家公司几乎在30年前决定成立一个他们的欧洲部，来处理他们在欧洲的所有的疫苗事情。你可以想象，30年前的欧洲主要的市场都是在西欧，所以那个合同是只包含了西欧的19个国家，像比如说很多东欧啊，或者是中欧的国家都是没有包含在这个合同的，就相当于是一个西欧的欧洲总部。这2家公司的合资比例一直都是50%对50%，所以任何一个决定，如果母公司有一方持否定意见，那这个决议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就是这么神奇的50%对50%的合资公司，居然长达了超过了25年。可是就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决定撤销这个合资公司，欧洲的主要事务都回到自己的母公司。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我是2015年底才加入的那家公司，所以对我来说，那只不过就是 OK， 我只不过需要重新再找一个工作。可是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生活在法国，法国对劳工的保护是非常的严格。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的被辞职，就算是再一般的公司，一般来说也是会3+N 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了5年，可能就是3+5，就是你可以拿到8个月的工资。可能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改变，但是大致上是这样。但是它有一个顶，最多可能拿到10个月或者是怎么样。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当时我所在那个合资公司的劳工组织就聘请了法国最好的律师来跟这2家母公司来打这个官司。中间的过程反反复复，我只想说，几乎是在3个月以后，就是这两家公司宣布他们会暂停这个合资公司的时候，给出的大致的计算结果，以我当时只在那个公司工作不超过半年，我可以拿到将近15到18个月的工资。最高的好像是可以拿到24个月还是27个月的工资，这在历史上对很多法国人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高度。但即使是这样，我当时很多法国的同事居然还在抱怨。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个办公楼的电梯里全都贴满了那种什么爸爸妈妈离婚了，没有人要孩子，就是可怜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悲惨，类似于这样的那个海报贴着墙上啊，电梯里全都是。所以当时很多从母公司，不管是 Sanofi 还是 MSD 的领导级别过来看，都觉得非常的说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就举一个，当时在那个公司是一个英国人，他之前是 Sanofi 法国公司的法国部的总经理，然后他在 Sanofi 的时候也在他的手上，他就辞掉了100多号人。他说他公布那个消息的时候，在巴黎整个大家的情绪相对来说都平静很多，而且当时他在 Sanofi 给的这个，如果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买断的这个福利，比起我们当时这个合资公司买断的福利要差很多，然后大家反而很欣然的接受，而且有很多员工甚至主动请缨要求被辞掉。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当时
时是在里昂，里昂相对巴黎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节奏比较慢，竞争力比较低，所以大家一旦找到了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尤其是在药厂，你工资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福利也都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想一想当时那种情况，他们被辞掉了，他们想在同一级别找到差不多的工资在里昂，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反应就非常的激烈。但是在巴黎，大家认为机会很多，拿到这个买断金，你还有一笔钱，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想投资或者是买房，这其实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放到里昂就变成了非常悲惨的一个消息。其实当时公司给出的很多福利政策，我觉得对个人发展都是有很好的提升。就在合资公司是在2016年初宣布的解散，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要待到2016年年底。如果在2016年底你既没有被母公司接受，那就是或者是 Sanofi 或者是 MSD， 也没有找到自己其他的工作，你可以向公司申请一部分个人发展资金，就比如说你想学点什么，公司就会给你那部分钱让你进行深造。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他是我们当时部门的小蜜，他是法国人，但他很喜欢说英文，他自己也曾经在英国留学了1年，他一直想教法国成人说英语，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过那个执照，所以他当时就申请了要去英国学习1年，然后考下那个教书的执照。到最后我离开里昂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语言学校的老师，他也在带学生。对他来说，如果不是这次公司的解散，他说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即使是这样，有很多人还是说这公司解散，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啊！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当然是想离开公司，拿到那一笔买断金了。所以从公司宣布要解散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积极的找工作。可是我必须要说，我工作找的并不是很顺利。当然，这个公司不是说你想走就走。当然，如果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了其他公司的 offer， 你走人没事情。你不能说 OK， 我就等着到2016年12月31号我没有工作，我拿到那笔钱，我之后再想我怎么找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准许的。所以我当时到8月份还是9月份的时候，我都没有找到我自己很合意的工作。然后这时候2家母公司就开始给他们想要的人发邀请。我当时是祈祷最好不要给我发，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定能够找到工作的，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很不幸的是，2家公司都给我发了邀请，让我申请他们开设的新工作。所以根据程序，我就申请了2家公司，我都申请了 Sanofi 和 MSD。我也相对来说很幸运，拿到了2家公司给的 offer。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机会，如果我在最后签订合同之前，好像是10月25号之前，如果我拿到了其他公司给的 offer， 我还是可以拿到我的那笔买断金，然后走人。可是很不幸，我没有拿到自己想要拿的 offer， 而且怎么说 Sanofi 和 MSD 给的工资也都不错，而且职位也都是我自己觉得还蛮满意的。最后我选择了加入 MSD。很不幸，我没有拿到那笔买断金。可是我想说的是，你看我即使在那个公司待的时间那么短，就是刚刚只有在1年那个时间，我还是可以拿到将近18个月的工资的那个买断金。只能说法国的福利真的是相当的好。可是这个福利针对的来说只是永久合同。当时我们公司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并不是永久合同，而是合同制合同。在法国叫 CDD 和 CDI， 我之前在其他的视频也提到过。CDD 就是 definite contract， 就是说你是有时间限制，可能是半年，可能是1年，可能是2年。还有一个就是 CDI， 还有一个就是 CDI， 就是 indefinite contract， 意思就是说永久性合同。这个所谓的买断政策是指针对永久性合同的。如果当时在那个期间你不是永久制合同，你是拿不到任何买断的钱，你也不会得到任何额外的福利。所以在法国很多人都很在乎是永久制合同还是合同制合同。在我上一次讲法国的税的时候，我忘记说了一个事情，其实对公司来说，雇佣一个永久制合同的人的付出是比
雇佣一个合同制合同的员工付出大得多得多。因为对一个永久制合同来说，公司相对来说付出的什么社会补偿金或者是劳务合同补偿都比合同制合同要大得多得多。就比如说，如果是给一个永久制合同和一个合同制合同开出一个同样的工资的时候，公司其实对永久制合同要付的钱更多。所以有时候很多拿同样工资，所谓账面上是一样的时候，你从合同制转成了永久制的时候，如果你工资没有提高，你可能拿到手的钱也相对来说要降低，也是这个原因。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能让我拿到这么大的一笔买断金。可是被人辞退，就像那个小哥哥说的，毕竟人生第一次经历，希望你能加油，能够好好的找到工作，也希望在这次疫情当中工作受到影响的朋友都会努力度过这段艰苦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那今天就讲这啦，拜了个拜。